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了，一切物质财富全归你所有，你将如何度过余生？今天要给大家解说的这部剧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，主人公小白选择了游戏人生，是不是没懂弥留之国、爱丽丝还有游戏人生是啥意思？没事，随着剧情推进，一切真相都会浮出水面。主人公小白是个无业游民啃老族，爱好打游戏、做数学题、研究汽车，属于智商高但不务正业的人设。小白有2个死党，一个叫黄毛，长得又高又帅，很招女孩的喜欢；一个叫李华，和名字一样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。其实小白以前并非如此颓废，他是在母亲去世以后才逐渐沉沦的。这天，小白被模范弟弟和偏心老爸接连嘲讽，气得离家出走，但是又无处可去，只好求助2个死党。可是他最后在车站前集合，百无聊赖的3人幻想着东京会出现丧尸。小白觉得真有丧尸出现，他们3人中能活下去的一定是战斗力爆表的黄毛。黄毛却觉得有智力优势的小白才能躲过丧尸危机，并且展现出了难得的严肃，规劝小白抓紧找工作，别再跟他们鬼混。说着还扛起小白冲进了人潮之中，但此时大白天居然出现了烟花，3人在马路上乱窜，造成了车祸。骚乱惊动了警察，3人赶紧躲进了地铁站厕所的隔间。不一会儿，竟然有人来敲门，3人自然以为是警察，苟在角落不敢作声。就在这时，厕所灯突然熄灭，难道是停电了？可3人的手机居然也同时没电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世界仿佛被消了音。大家觉得奇怪，小心翼翼走出隔间，发现刚才还人满为患的车站十字路口，此时竟然空无一人。甚至整个城市都毫无生气，一切电子产品也都失效，无法与人通信。3人停留在原地，猜测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过，总是通过游戏麻痹自己的小白，还有打工人李华一致认为，如果世界真的只剩他们3个，其实也不赖。就在这时，眼前的 LED 屏幕突然亮起，显示着“欢迎各位玩家，游戏即将开始”的字样。顺着屏幕上箭头指示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亮起红光，发出红光的大楼门口有游戏会场的标志。3人顺着箭头来到1楼电梯口，却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踏过了一道红外线组成的网。电梯门口的工作台上放着多部手机，他们按照要求一人拿了一台，没想到刚一拿起，手机就自动识别了他们的面部。这手机同样没有信号，甚至连通话功能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叫手机了。我觉得叫他一个人的命都保住了，只有李华不幸把腿烧伤了。此时，好记性提示几人顺利通关，并颁发给他们每人时限为3天的签证。不远处，一张小桌上还放着一张梅花3。不等几人弄清楚签证是什么意思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大叔向他们走来，边走边说，不管通了多少关都没有尽头，还说他的签证今天到期了。几个人惊呆了，而大楼的灯光也随着游戏结束而熄灭，整座城市又重回死寂。阿紫告诉他们，0点一到，签证过期的人就会被处死。赢得游戏以后，难度卡上的数字世纪就代表着你能获得几天的签证。要想在这里活命，只能不停地参加游戏。第2天一早，小白在街上四处查看，所有汽车门锁都失效了。他尝试发动汽车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更奇怪的是，某辆车副驾上的水果蔬菜已经严重腐烂，车主并不像是昨天才消失的。小白等人暂时安顿在了商场家居售卖区，他们还搜罗了一些食物，终于坐下来饱餐一顿。酒足饭饱，阿紫问3人：“城市里其他人消失时，你们在做什么？”3人把自己的遭遇如实道来，又反问阿紫在干嘛。阿紫谎称自己当时在工作，周围人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他比小白一行人早来3天，在他参加的第1场游戏中，他利用其他玩家帮他试错，最后除了他以外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小白结合自己早上的见闻得出结论，对于每个玩家来说，路人消失的时间并不统一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有人发牌设计游戏，就一定有游戏管理者的存在。李华的烧伤很严重，他感叹一定是神设计了这一切。晚上，黄毛向小白提议，第2天晚上2人再去参加一次游戏，他俩需要尽快适应游戏，日后也好带着受伤的李华通关。小白正好也想借机研究游戏的特征，从而找出攻略的方法。第2日，小白、黄毛来到一个由公寓改造的游戏场地，他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里。有几个人打眼一看就知道跟其他玩家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比如登山爱好者小美、壮汉彪哥，还有一个进大楼的店给电器充电的白发男子。建议故事里已经有小白了，我们就叫这个人阿银。游戏即将开始，本来游戏的难度是黑桃5，规则是与鬼捉迷藏，不能被鬼捉住。通关条件的是从公寓大楼内找出属于鬼的阵地，触碰阵地中的安全按钮即可，限时20分钟，倒计时结束没有完成任务，建筑物就会爆炸。小美见状，马上开始压腿热身。一个大叔向小白黄毛科普游戏类型，按纸牌花色区分，黑桃代表体能游戏，梅花代表着要进行团队协作，方块考的是智力，而红桃考验的是人心，需要玩弄人心，背叛伙伴。牌面上的数字越大，意味着难度也越大，当然也能得到更多的签证天数。游戏即将开始，阿银一马当先，来到了公寓的制高点，观察着所有玩家和鬼的动向。他跟彪哥似乎认识，但关系并不融洽。小白、黄毛暂时没发现鬼的踪迹，一间房一间房的搜寻着阵地，却没有一间能打得开。就在他们准备上楼时，鬼第1次开枪杀人了。原来所谓的鬼就是戴着头套拿着冲锋枪的杀手。小白发现，由于戴着头套，鬼的视野被极大的限制，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事物。
小白向其他玩家喊出了鬼的方位，提议大家通过接力锁定鬼的位置，从而躲避鬼的追捕并寻找阵地。然而除了小美，并没有人响应小白。接下来就是光速发便当的环节，偏偏没有起名字的角色，包括那个科普的大叔，挨个领了便当。就在所有人都落荒而逃的时候，彪哥却一反常态，丝毫不慌。小白还注意到彪哥和小弟的手上戴着同款手环。彪哥安排小白去找阵地，再让小弟先把鬼引入圈套，自己和黄毛则趁鬼换弹匣的时候发动攻击。阿格里桑，阿格里桑！见识了彪哥的骚操作，黄毛虽然心里骂娘，但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按彪哥的安排向鬼发起进攻。见黄毛拖住了鬼，彪哥终于出手，但鬼的战斗力太强，彪哥也扛不过2招。黄毛掏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，刺向了鬼。谁成想，鬼虽然没了枪，又抽出一把40米的大砍刀，三人就这么以非常原始的手段扭打在一起，一时间难舍难分。另一边，小白在寻找阵地的时候发现，鬼似乎对某个地方非常在意，之前隔着很远都要向那里扫射。小白推测那个房间就是鬼的阵地，他和阿银同时赶到，锁定了阵地的位置。然而另一个问题浮上小白心头，鬼只要守在原地就行，为什么还要在楼里追杀玩家呢？但时间只剩3分钟，顾不得多想，两人小心翼翼走进屋，里面还有个套间。果然，屋里也藏着一只鬼，而阿姨一开始充电的东西，原来就是这个电击器。两人刚松了一口气，鬼一个回马枪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阿姨躲出了门外，而小白则躲进了里间。需要触摸的按键就在相对的2面墙上，规则要求同时按下2个按键，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项任务。小白喊话求助，小美听了，立刻发动跑酷技能前去救场。这时，鬼已经打烂了里屋的门，准备对小白下手。就在小白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众人终于顺利通关，眼前的鬼此时也醒了过来，面具之下是一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大姐。小白、小美震惊于眼前的画面，阿姨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黄毛那边的鬼也被彪哥徒手打死。黄毛看到鬼竟然也带着游戏专用好记星，原来这些鬼也是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任务就是猎杀其他玩家。彪哥面无表情的捡尸体，把冲锋枪和剩余的弹匣收入囊中。黄毛则在彪哥死去的同伴身上找到了一个对讲机，里面传来了声音。黄毛刚想问彪哥这是怎么回事，彪哥却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小白和黄毛费劲通关的同时，李花和阿紫则留守在根据地。李花向圣母祈求平安，阿紫却开始挑拨3个好友的关系。他给李花洗脑，小白家庭条件好，智商也高，黄毛帅气会打架，而李华长相身高家庭背景要啥没啥。他的朋友愿意跟他相处，无非就是因为在他面前有优越感。他们以后是不会带着一个瘸子参加游戏的。李华从朋友可能发生的背叛联想到自己入了邪教的母亲。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去参加宗教活动，年幼的他以为这是非常神圣的仪式，可没想到却目睹了母亲在祭祀面前宽衣解带。从小备受打击的他本来是不信神明的，但最近的遭遇让他开始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了拉拢李华，在关键时刻能替自己去死，阿紫又出招了。似た者同士仲良くしましょう。游戏结束后，阿姨没有着急离开，她在鬼的身上搜出一幅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图。而小白和黄毛直到第2天清晨才回到根据地，兴奋地讨论着去海滨的事。当然，眼下最要紧的是，距离他们第一次游戏已经过了3天，李华和阿紫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他们今晚必须参加游戏。入夜，几个人顺着指示标来到一个植物园。此次游戏只有他们4个参与者。广播提示众人戴上护目镜，其实就是一个智能设备，可以用来识别其他玩家，还能进行远程通话。游戏中还提供了大量工具任君挑选，难道是要让大家互相残杀？果然，好记星显示游戏难度是红桃7，还记得吗？红桃游戏是要靠玩弄人心和背叛伙伴取胜。今天玩的游戏叫灰太狼抓懒羊羊，1人当狼，3人当羊，被狼抓到的人会成为下一只狼，羊要躲起来，保证不被狼找到。游戏限时15分钟，时间一到，羊的项圈就会全数爆炸，只有狼才能活下来。游戏开始，第1只狼是慌到看不出失呼失笑的李华，他疯狂拉扯脖子上的项圈，小白连忙阻止，因为他前一晚见识过鬼被爆头的场面，他们戴的这个项圈也可能会爆炸。拉扯了好半天无果，李华愤怒地看向伙伴。两人一对视，狼牌就转移到了小白身上。原来护目镜是用来锁定玩家的，一旦狼和羊确认眼神，玩家的身份就会互换。阿紫率先反应过来，在这个游戏里，该躲的根本不是羊，而是狼。他大喝一声，众人不自觉的都看向他，狼牌也就到了他的身上。阿紫随手抄起一把榔头，一溜烟小跑躲进丛林。黄毛见状奋起直追，小白劝阿紫别跑了，大家一起想办法攻略这个游戏。阿紫怎么可能会听呢？他慌乱中扑倒在地，黄毛也终于追上了阿紫，两个虚弱的同伴终于开始刀剑相向。继
尽管躲开了黄毛的大刀，阿紫一个不小心回头看了眼黄毛，狼牌又转移到了黄毛的身上。这回换成了阿紫追着黄毛打。阿紫知道黄毛腹部有伤，甚至这个伤口就是他包扎的，于是按着一顿暴锤。好家伙，按着节奏，不等游戏结束，俩酒呼呼致死了。小白仍然认为游戏能够通过合作破解。为了让狂躁的众人平静下来，他喊住黄毛，把狼牌转移到了自己身上，之后就跑了。黄毛和阿紫二人见状也追了上去。有伤在身的李华则完全没有战斗力，只能一边哭泣一边祈祷。小白在丛林中穿梭着，不料却遭到了阿紫和黄毛的夹击。他不敢直视二人，低头用余光感知着他们的位置。阿紫求生欲极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生机。在他眼里，小白不过是个浑浑噩噩的混子。他劝说小白不如把机会让给他，说着抄起刀就冲了过去。关键时刻，李华还是选择了朋友。黄毛颤颤巍巍地追上去，但因为身负重伤，也跑不了太快。在逃窜的过程中，小白路过一面玻璃，他终于能停下来，对着玻璃映射出的倒影，尝试用刚才拿到的各种工具拆卸脖子上的项圈，可惜都是徒劳无功。看到这里，偏偏有个脑洞：如果3只羊都站在玻璃前，算不算同时和狼对视？那就变成3只狼1只羊了，顶多只需要死1个人。就在小白试图用钳子直接剪断项圈的时候，他又想起前一晚鬼被爆头的场面，瞬间又失去了动手的勇气。耳机里传来了黄毛的咒骂，说小白根本不是真心要破解游戏，只是想一个人独活。小白只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着对不起，不知道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抱歉，还是因为他真的萌生出了独自偷生的念头。小白回忆起了弟弟考上大学之后，爸爸在祝贺弟弟的同时，俩人还拉踩自己，说自己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，没有生活的热情。或许这场游戏最该死的就是自己吧。黄毛的叫喊声把小白扯回现实。お前が負け組のままでいるんなら、狼の権利を俺にくれ！尽管嘴上这么说着，但黄毛伤势太重，倒在地上。他准备好给女友的求婚戒指也应声落地。相比没有生活目标的小白，黄毛真心希望能组建一个家庭。他看着戒指，他也想起女朋友说他总是提起小白和李华，说明朋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无比重要。游戏还剩5分钟，李华仍然拼命压制着阿紫，尽管他自己也不想死，但他更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活下去。小白也回忆起了被老爸弟弟拉踩时，这2个朋友的陪伴让他有了些许的宽慰。想到这里，小白发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就是这2个朋友。如果朋友都死了，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小白终于站起身来，准备把狼牌交给其他人。然而回忆起过往种种欢乐的场景，不打算独活的不止小白一个人。李华紧紧捂着阿紫的嘴，藏在了树丛中。黄毛也巧妙地避开了小白的搜寻。此时镜头不但给到游戏规则，规则里强调羊要好好躲起来，不要被狼找到。而真挚友情的黄毛和李华真的一直躲着，不想让小白找到。看来这个游戏考验人性的部分是，只有你肯为了朋友牺牲，才可能有一些生机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羊全部藏好不被发现，说不定大家都能相安无事。只见时间所剩无几，阿紫也不再挣扎，绝望的和李华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黄毛则点了一支烟，准备好了跟小白说的临别感言。ありがとな。啊，不是，真死了！我死！面对无辜惨死的伙伴，小白和屏幕前的屏幕一样，忍不住崩溃大叫起来。到这里，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前3集的故事就说完了。失去同伴的小白将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？小美、彪哥和阿银还会登场吗？他们又都是什么立场？最讲集中提到的海滨真的是安全之地吗？这个恐怖游戏的背后到底是被何人操控？未来几集又会有怎样离奇刺激的致命游戏在等待着小白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！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！